根据我们的初步调查啊，这场大火纯属偶然的，是一个叫王文革的护厂员工不小心点燃了汽油。拆迁队跟这个护厂队之间的冲突啊，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发生肢体上的接触。所以双方都在郊区。对，这个公安分局局长程度就觉得他那个表弟护厂队的队长受了极大的委屈。有没有人对这起事件负责？有，蔡成功。蔡成功是主要负责人，护厂队是他煽动组织的，包括使用汽油、组织火枪，全是他的主意。另外啊，这个蔡成功还是大凤厂的法人代表，那就批捕啊，这样对上对下都有个交代。这得看省检察院的态度。省检察院反贪局也盯着蔡成功了。我现在一直不明白啊，这个检察院为什么总盯着蔡成功呢？东来啊，能对我说的就说，不能对我说的不要说。嗨，也没啥不能说的，涉及到一个重要举报。蔡成功的举报？对，就在举报发生之后，前反贪局长陈海就遭遇一场离奇的车祸。人为造成的车祸？这个现在还不好说，我们呢也正在调查，目前还没有得出结论。这样，以后呢，116事件，蔡成功的问题，都不要向我直接汇报了，该向检察院汇报就向检察院汇报，该向省厅汇报那就向省厅汇报啊。好的。李书记，当断则断。断什么？欧阳靖行长啊，嗨，你们夫妻之间的事儿早就不是啥秘密了。谢谢你啊，谢谢你对我的提醒。高总真是单刀直入。对于你的传说，我是一时弄不明白。但蔡成功是我发小，我跟他小学就认识了，我对他还是比较了解的。要我说啊，人最不了解的，往往就是自以为自己了解的人。这句话说的挺有哲理。高总是不是在暗示我，其实并不是真的了解我这位儿时的同伴蔡成功？我能这么理解吗？可以这么理解，而且还得加上一条，恐怕侯大局长也不是那么的了解我。那请高总明示，我该怎么了解你们两个人呢？我啊，您就别费劲了。倒是蔡成功这人不厚道啊，满嘴谎话连篇。他是有点信口开河，但谎话连篇倒不至于吧？侯大局长，您先别急着下结论。我先撂一句话在这儿，说不定啊，您这位发小会一直不断的给您意外。意外？还不断？对。那是意外的惊喜，还是？也许是意外的惊喜，也许是意外的麻烦。哎呀，亮明啊，欢迎欢迎啊！欢迎你从天宫来到我们人间，与民同乐啊！你还说呢？要不是你们把丁义珍给弄丢了，我也不至于被贬呢。啊！来来来，坐坐坐。你被贬，谁信呢？我跟你说啊，我们整个汉中都知道，你那个腰里边可是揣着尚方宝剑来的。哪有什么尚方宝剑？你给的？我可没那么大权力。快喝点茶吧。来，喝点茶，喝点茶。哎，这屋好大的雪茄味儿啊！小刘，赶紧把抽风机打开。好的。侯局长，刚才来了一帮烟鬼，特别不好意思，对不起。没关系啊，我跟你说啊，高总，原来我们侯局长可是出了名的大烟鬼啊！真的？啊，我戒了，现在是好人一个。你真戒成了？可不就成了吗？得看你有没有下决心。
我的天哪，我可太佩服你了！我跟你说啊，亮平啊，我戒了100次，但是我又复吸了101回。哟，你看有人专门说过了，说这个人如果能把烟给戒了，那你说他这心得有多狠呐？啊，有那么玄乎吗？不就是控制一下自己的欲望？人的欲望可没有那么简单就可以控制得住的。如果真的随便谁就可以轻易的把自己欲望给控制了，那你说这个世界上犯罪现象和犯罪分子不都减少了吗？嗯，要是那样的话，那我们就得下岗了，对不对？说的也是啊。厅长，我看现在时间还早，要不然您和侯局长去射击室玩一玩？行啊，这儿还有射击室呢。有啊，我跟你说啊，小口径，不管怎么说啊，这是咱们的一门业务，这个手法呢绝对不能够生疏了，对不对？行，走走，哎，这边，这边。庆之啊，你嫂子找到了吗？找到了，不过他说他今天晚上要晚点回来。她在什么地方啊？在不在荆州？我不知道，他没和我说。好吧，我今天晚上回家吃饭。哎，好。老学长还是这么威武啊！少干这你的枪法我还不知道啊，来打几枪。哎呀，猴子，真是啊，手艺一点都没撂下。侯局长，来喝口水。你们坐下歇会儿吧。侯大局长，我还真没想到，原来您枪法这么准，佩服佩服。高总是在安慰我，这说到枪法，当然是老学长准。哎，那不一样，齐厅长那是公安厅长，您是检察官呀。其实，在我心里啊，更敬佩检察官一些。齐厅长，您可千万别生气啊！啊，我不生气，我是老人老面孔，你已经看腻了，你现在当然更应该关注新面孔了啊。所以啊，总归是新人替旧人。老学长，你就记住吧。那不是新人替旧人，这叫职业使然。警察的职业呢，决定了大部分的时间，他们都要面对各种的刑事罪犯啊，还有各色的流氓，一不小心还会流氓化。全世界的警察那都一样，当然，齐厅长您除外。检察官呢，大部分的时间面对的都是高智商的罪犯，比如说经济犯罪啊，或者是职务犯罪。所以不知道为什么，在我心里总是觉得在检察官身上有一种特别谦和的绅士风度。我们侯局长就非常的绅士。哦，真的吗？真的？侯大局长，您别不相信。您知道，在我的脑海中有一位印象非常深刻的美国独立检察官，您猜得到是谁吗？那就是本世纪初让美国总统克林顿当众哭泣的美国独立检察官斯塔尔。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还在上大学，我当时看到电视里面克林顿当众哭泣的画面，您知道我心里怎么想的？佩服斯塔尔，对吧？错，我其实特别恨那个独立检察官。为什么？难道他不够绅士吗？这跟绅不绅士没关系，我就是觉得他太咄咄逼人了。你不觉得克林顿很可怜吗？怎么说他也是一个总统啊，不仅当着民众的面哭，而且在电视上哭得像个犯了错的中学生。我当时看到那个画面，我心里特难受，真的。我就想起我中学的时候，老被我们班主任给骂哭了。可以理解，你这是移情作用。也许吧，或者说那个时候的克林顿那是相当帅的。总统不能对人民撒谎，斯塔尔一直坚持这一点。我知道，撒谎的代价是很沉重的。克林顿呢，他是自作自受，这个道理
我长大之后明白了。所以侯大局长啊，我特别好奇的想问一问您，这次您到汉东来，想搞哭谁呀？或者说，您想先把谁搞哭啊？哎，不管把谁弄哭，也不会把你这位美女高总弄哭，对不对？哎，你们说什么呢？我想搞哭谁啊？我谁都不想搞哭，我最好大家开开心心的。但是万一搞到高总头上了，高总也不会哭的，是吧？那我当然会哭了。我不但会哭，我还会嚎啕大哭。当我嚎啕大哭的时候啊，我得抓着你们俩陪我一起哭。我可不陪你哭，你找别人陪你哭。哎，这样，你找这位新面孔陪你哭。哎，老学长，这话够酸的。侯大局长，您又说笑了。齐厅长什么时候吃醋啊？齐厅长不爱吃醋，对不对啊，厅长？对啊，我免疫。大哥，嫂子说她今天可能要很晚才能回来。再晚我也等着。吃吧，一起吃。你的事处理怎么样了？没闹，现在区里啊，根本就不理睬我们。我们准备明天去市里上访。一个幼儿园的工资待遇，区里都解决不了，还得跑市里去。区县委还没去过啊？哎呀，我的李大书记啊，你就是不了解情况，高高在上。我跟你说啊，现在就是阎王好见，小鬼难缠，特别是底层的小鬼，整死你啊都不带偿命的。那你仔细跟我说说。我跟你好好汇报汇报。他怎么样了？赵局长，蔡成功脑部核磁共振，没有什么问题。头晕也只是他自己说的，从3天观察来看，没什么大问题。哎呀，老学长，真没想到啊，枪法那么准啊！这个山水庄园不错，有吃有喝，还有射击场，真是个好地方。侯局长要是喜欢啊，以后就经常过来，反正都是自家人。哎，我怎么敢常来啊？今天要不是学长给我接风，我才不来呢。有规定的。至于吗？侯局长以后啊，您悄悄的来，我保证不会有人知道。行了，你就别吓唬我这位学弟了啊！今天啊，高老师虽然没能过来，但是老师特别注重给你接风，他专门跟我约法3章，说了：第一，不许用公款；第二，不许吃老板；第三，不许喝名酒，还不许用公车。对呀，所以你应该说是因祸得福嘛，对不对？你可以享受一把美女的专车待遇。要我说啊，我们高书记那是明白人，知道我们今天呀要给检察官接风洗尘，所以特意嘱咐只能喝二锅头。哎，这可就不够意思了。这检察官只能喝二锅头啊？二锅头有什么不好的呀？我跟你说啊，平时要不是说那些应酬，我自己就喝二锅头。二锅头好喝。哎呦，齐厅长，您还说呢？您要是少喝2口二锅头，也不至于把副省长的位子都给喝掉了呀。是吗？还有这回事儿？哎，看来这高总真是不简单啊！这学长什么时候上，你都知道。那是，我还知道，沙书记在这次的省委常委会上说了，说咱们有一些地区的干部素质已经比不上普通的老百姓了。沙书记会这么说吗？确实是这么说的。其实这么说话，你反而能够看出一个领导人的魄力，而且政法委会议上面已经传达了。其实我觉得沙书记说的即便是事实，那也很正常。你有什么正常的？啊？咱们这个啊，关起门来说话，哪说哪了。我觉得沙书记这个人啊，锐气太重，完全就是程咬金嘛。不信你看着3板斧，咔咔咔。再说了，我们中国的领导干部，当真素质就不如普通老百姓吗？这话我真的不信。厅长，您还别不信。我只听说过伟大的中国人民，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伟大的中国干部，或者是伟大的中国官员，对不对啊，侯局长？
高总这话说的真是太有才了，我都快成你粉丝了。真的？那您太恭维我了。行了，咱们不来这些虚伪的。中国这几千年历史就是由英雄创造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顶多再加上一个成吉思汗，对不对？坦率地说，真理有时候就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老百姓在哪儿啊？几千年了，谁知道老百姓在什么地方？啊，齐厅长，我就是老百姓啊，我不就在这儿吗？我也是老百姓。哎呀，厅长，其实您也是老百姓，咱们就是普罗大众，还真不是什么秦皇汉武。您啊，就别纠结啦。行，我不跟你们两个人掰扯啊。高总，客人们都到齐了。哎，好，哎，那咱们上桌。亮平，走。请。我呀，干脆跟你演一段啊。还表演呢？你就是信访办的接待员，我呢是信访群众。我演什么呀？演那个演人汉子小官僚啊？哎呀，我的李大书记呀，我知道你们市委有规定，不能门难进脸难看。其实我跟你说啊，我们上访群众啊，根本就看不见他们的脸。看不见他们的脸？没带脸，放家里边了。行，我直接给你来一段。哎，同志，能给我一张那个信访登记表吗？你什么事儿啊你？是这样的，我呢是企业幼儿园的，后来我们企业幼儿园不是交给政府了吗？我现在退休了，按说应该是事业单位待遇，对不对啊？省里市里都有文件的，别的区都已经解决了，就是我们区到现在都没落实呢。哎呦，我这腿，哎呦我的妈呀！每次去信访站回来，第二天这腿啊，根本就站不起来。这帮畜生！景芝啊，你是说光明区信访办的接待窗口有点矮是吗？对啊，何止是矮啊，你根本想象不到的矮。我们每次去啊，那站也不能站，蹲也不能蹲。很多人啊，每次上访一次，回家第二天都要躺一天呢。吃东西。真要有这样的事儿，看我怎么收拾他。哎呀，敬杯酒啊，老弟呀！谢谢局长啊，欢迎欢迎谢谢欢迎。好，小亮平，你还是好酒量啊！哎呀，不行。对，我发现侯局长酒量不够高粱。来，侯局长，我再敬你一杯。高总，谢谢，来，等会儿呀。啊，谢谢。厅长，谢谢。高总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坐在你右侧的这位女士，那当年是我们汉东大学几朵校花之一，对不对？哎呀，厅长，那不是当年，您看现在也是一枝花呀。那是肯定的，必须的。但是有一点啊，当年我们这位校花啊，苦苦的暗恋了这位先生3年。哎，他居然对人家不理也不睬。今天啊，当着这么多校友同学的面，我想问一下，当年您的内心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您为什么没有答应呢？我说老学长，你要是再拿我开玩笑的话，我可就把你汉东大学的恋爱史给说出来了，想不想听啊？我那点事儿不值得一谈，对吧？都在众目睽睽之下，咱不聊那个啊。咱既然说吃。因为中国这个几千年以来流传的这个饮食文化，那是光明璀璨的，民以食为天嘛。你说不让老百姓吃，那是不行的。所以说叫舌尖上的中国嘛。哎，对。但是伴随着美食的那是什么呢？美酒啊，对吧？来，那个我们大家啊，共同来干了这一杯。古人说，自古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对，学霸，2位学霸，敬各位一杯。来，谢谢。
酒呢喝到这个份上了，我们是不是该进行下一个项目了？你有什么要求？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呀？厅长想唱什么？智斗。别智斗了，今天高书记都没在。玉良书记不在，但是侯局长在呀。哎呀，我觉得厅长您就来一段打虎上山。对，老学长的打虎上山可是名震我们汉东大学。你别听他说这个，我跟你说，当时我们汉东大学有个那个京剧社团，这可都是骨干力量啊！我可很久都没有听到你唱京剧了，你给我们来一段呗。不行，我真是好多年都没唱了。要不我给他唱个流行小曲儿，什么《最炫民族风》怎么样？等会儿别民族风了，侯局，您看厅长都说了，你也让我们听一听您的那个京剧的韵味儿，饱饱我们的耳福，是不是大家？好，咱们就来一段智斗，我演阿气嫂，您是刁德一，厅长胡司令，怎么样？来，就这么定了。好，来，唱完我再喝。好，来，范智斗。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龙宫，才有10几个人，7、8条枪，玉皇军追着我晕头转向，多亏了阿庆嫂，他叫我水缸里面把身藏。蔡正国，你把在纸上写的几句话看一下，看熟了之后呢，照着念一下。哟，赵局长，我现在头晕，看字儿重影儿还恶心，能不能克服一下？念几句话还不行吗？啊？行，我克服。来，念一下。念吧。陈局长吗？我举报，我要举报一帮贪官，他们不让我好好活，那我也让他们不得好报。我有个账本儿，要当面。不对，你像平时说话一样，别拿腔作调的好吗？跟平时说话一样。明白。有不抗，我举报！感叹号！我要举。蔡正国，别跟我们斗心眼儿。赵正来局长，我蔡成功哪敢跟你们玩心眼儿？可这些话我从来没说过。没说过，没说过。那我问你，你有没有给陈海打过举报电话？打过。1月16号晚上，是不是约陈海
在废旧拆车厂见面呢。是，我是给陈海局长打过举报电话，约他见过面，这点我从来没有否认过。那你为什么没去见他呢？我连城都出不去，你们到处设卡子抓我，我那车都走到半路上了，前面一堆警察，把我吓得马上就回来了。哼，赵局长，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你不就想证实一下我跟陈局长的那个车祸有没有关系吗？我现在就告诉你，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出车祸的事儿，那都是侯良平后来在电话里告诉我的。好，车祸的事咱先不谈，你还是给我念这个纸条。至于是不是你的声音，我们会去鉴别的。来，念吧。不念，你们这是无中生有。我从来没有说过纸条上的话，我根本就没有提过什么账本的事儿。这股上的话我一句没有说过。蔡成功，你找不自在是吧你？对，我找不自在，枪毙我！枪毙你？对，枪毙我！我头疼，头疼，别装死啊！我见反贪局的侯良平。蔡成功啊，反贪局跟侯良平，谁都救不了你。那我就告你们诬陷。把他带到看守所去，连夜突击审讯。你们屈打成招。屈打成招。轻点。秀芝，哎，别跟那瞎忙活了，给你嫂子打个电话，催着她。哦。来，谢谢大家啊！啊，你很有前途啊！不敢当，不敢当。上次的事情还都归还你。谢谢。好，好，你们先聊着，我去接个电话啊。好。哎，杏枝，你今天几点回来啊？你告诉你大哥，我今天肯定回去，只是要晚一点。我这儿有个酒会。我跟你说，喂，你是不是又去别好远了？李大康，你什么意思啊？我不能跑这儿来吗？我这是公事儿。不管你私事还是公事，我请求你马上回来。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一定要有个了结。是。7点了。大哥，要不你先睡会儿，等嫂子回来，我去叫你。一场智斗，唱得风生水起。侯亮平对高小琴的印象愈发深刻，那么多政法口官员都是他的座上客，这个女人的确不寻常。寒冬的这潭水，深不可测。
今天咱们的老学长祁同伟给我接风，还说到你了。你真该去看看，看看我是怎么和他们唱的这场智斗。他们这帮人呐，不简单呐。你觉得我这位学弟怎么样？是个厉害的主。可祁厅长，我觉得你今天可是犯了一个错误。什么错误？不应该抽雪茄。我看你那小学弟啊，他对细节的观察特别敏锐。抽个雪茄怎么了？至于那么大惊小怪的吗？中央的8项规定早就下来了，您就别再往枪口上撞了，以后少抽一点。哦，也对。好，以后我克制。这方面，你真得跟你那个学弟好好学一学。我跟他学什么呀？学戒烟啊？哎，这我还真做不到。一个男人能把烟给戒了，他心底有多狠？还有，忌烟的男人，那杀人不眨眼啊！你什么意思啊？你说你那学弟杀人不眨眼啊？对啊，不眨眼。今晚高小琴的阿庆嫂唱的真不错，我看她呀，简直就是撼动的阿庆嫂。她的气质谈吐，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集团的老总啊。你要醒着多好啊，还能给我参谋参谋的。侯亮平啊，我不知道怎么说。我觉得他身上的确是有一股英气。你看他唱刁德一的时候，完全没有原先角色阴阳怪气的样子，倒挺像那个。你看过钟时茂演过一个小品吗？叫什么？皇军啊，皇军让我给你捎个话。对，就那个小品，他怎么演他都不是一个坏人。我跟你说，我这位学弟呢，真的，外表就是那种充满了阳光、充满了朝气，或者就一脸正气那个样。内心呢？侯亮平这次是带着尚方宝剑下来。您别看我呀，他带着尚方宝剑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他这把剑在汉东可以斩掉一批人。哥，喝茶。景芝，啊，坐。接着说说你的事儿。我的事儿，小事儿，不说了。小事儿还天天上访呢。哎，我问你啊，你这事业工资解决之后，每个月能增加多少钱啊？如果能增加的话，一个月能多拿1000多块呢。这还是小事儿啊？这是大事儿啊！我们现在有的干部把群众的切身利益都当成小事儿，能推就推，能不干就不干，还无形的制造很多矛盾。就是，这些人好像不制造矛盾，就没事干了样子。跟你提个醒啊，别傻乎乎的，什么事都往前冲。这上访啊，不是闹革命，就算是闹革命，咱也得讲究策略。我才不会呢，我不会挑头的，我也就跟在后面参加一下。看着苗头不对，撒腿就跑。我知道，我不会那么傻。没跟他们说你是我表妹吧？那我哪敢啊！我找事儿啊。这就好。没遇见过警察吧？有警察，区长、区委书记接待日就有警察的。不过他们不敢对我们动武。你想啊，都是老头老太太，他们哪敢啊？他们就是用警盾赶我们，把我们赶到警戒线外面，他们也就算了。区长、书记接待日弄那么多警察干什么呀？他们怕谁呀？哟，你问我，我问谁呀？你是市委书记，要不过2天你去问他们呗。哟，嫂子回来了啊，我给你沏茶。好，我要白水。哎，好。
我怎么听说你要把陆亦可介绍给赵东来？赵东来那人怎么样啊？啊？哎，你说你是不是傻呀？你就一点都不知道陆亦可对你的情感？你说你啊，这么晚不回家，难怪找不到男朋友。找个男朋友怎么了？天下这么多夫妻呢，哦，都给他们送个牌匾啊，有多了不起的？大多数人都是凑合过而已。看来你的婚恋观念不太强啊。哦，我不是这意思，我的意思是，你看，他们说像我这样的齐天大圣，多自由自在啊！你是好了，可你父母就不好了。就说说他们给你起的这名字，亦可，翻成白话就是也行，啊，看来他们对你很无奈啊。也行，这就不错了。你还不知道我原来叫什么呢？叫什么？不会是多余陆多余吧？比这更惨，路不余，每一步都多余。我猜你父母啊是想要个男孩。是啊，我上面有2个姐姐，生到第3个还是丫头，我爸我妈都快崩溃了。然后呢，也就不待见我。上学的时候，还是我小姨夫说：“这小丫头怎么了？不也挺好的吗？”小姨夫给我改的，这才叫了陆亦可。看来你小姨夫还是有点水平的，是小学老师吧？不知道。发挥点想象力，再给你个机会。中学教师。大学老师，你的大学老师。开什么玩笑，还教我呢？高玉良不是你大学老师啊，他没教过你跟陈海啊。哦，这高玉良书记是你小姨夫啊？对啊，我是政法大学毕业的，跟你们汉大帮算是亲戚吧。哟，看来我得重新认识一下你。哎，真不必，他们家我很少去，我妈不让我去。哟，这时候知道听你妈的话了，讨好你妈。那是我亲妈，我不能让她不高兴啊，是不是？她呀，对高书记很有意见。哟，怎么还敢对领导有意见？老太太啊，是有点心理不平衡。她在我们汉东的司法系统工作了一辈子，正处级的时候就退下来了。你看，这革命的热情还在高涨，突然之间英雄无了用武之地。所以现在四处找人，甚至还找那个林华华帮忙给你介绍对象。他已然把这件事儿当成他的终生职业了，真是要了亲命。哎，你得小心啊，没准哪天他去找你去了。你妈要是来找我啊，我一定热情款待，保你满意。千万别，你一旦热情了，他一定蹬鼻子上脸，到时候你就烦不胜烦。不至于吧？哎，陈凯不是说过要把赵东来介绍给你吗？你们熟吗？不熟，但是我听说这个人油腔滑调。这些都没关系，最重要的是搞清楚他是姓蒋还是姓汪。不管这个赵东来姓蒋还是姓汪，我都没兴趣。倒是有一件事儿，侯局长得向你报备一下。我们刚刚查到，欧阳金的英私护照就在他手上，而且他已经得到了一次多次往返美国的签证，随时可以一走了之。他不是处级干部吗？按照规定，处级干部是不能持有英私护照的。她是李达康的夫人，市委书记的老婆，谁拦得了她呀？那么他在美国有没有亲戚？有，他和李达康的女儿李佳佳从中学的时候就一直在国外了，现在在洛杉矶生活。你不找我，我也得找你了。咱们俩是该有个了断了。我已经想好了，我准备内退，去洛杉矶了。我听说了。你听谁说的？这还能有谁？杏枝，你给你哥当侦探是不是？你又没让我瞒着我哥。这离婚协议对你很重要是吗？对，对我很重要。我不能做老婆孩子都在国外的裸官。
我既不能劝说我的女儿回国定居，也不能阻碍你出去，所以这是我最好的选择。我知道，你做了裸官就下台了，还别说什么沙里配当省长了，就是你现在的省委常委、荆州市委书记也保不住了。哼，你呀，太爱惜你自己的乌纱帽。欧阳靖，我珍惜的是人民和党给我这份事业。别唱高调了，没有你地球就不转了，改革就不改了。哎，你是不是特希望看着我下台啊？是，我盼着就是这天。我倒是听说这个侯大检察官，好像准备让李达康的老婆欧阳菁先哭起来。这样一来的话，李达康省长的位子恐怕就悬了。你这消息都从哪儿听来的呀？齐大厅长，我的消息从哪儿听来您就别管了。在这节骨眼上有人敲打李达康是好事儿啊，不然他又开始打我们山水集团的主意了。又怎么了？那个张总说了，李达康下了指示，说我们山水集团必须要先把政府垫付的钱给还了，否则就要把我们的土地重新招拍挂。你说烦不烦？要我说这事儿啊，你还真别生气。116当时影响那么大，你们也赚了不少。要我说呀，该退该赔，你们就退就赔。